大家好，我是埃及南希。赛诺出了传说任务，今天带大家看看有哪些细思极恐的设定。上次讲原神的时候都没好好讲赛诺，现在有了新的埃及角色塞索斯，所以就一起讲一下吧。赛诺的名字来源是希腊语的 Sino， 就是狗的意思。Plato 经常会给 Socrates 说以狗的名义发誓。这里的狗的意思其实就是阿努比斯。普多这样用是有原因的，因为阿努比斯是灵魂的仲裁者。以后你让你对象发誓的时候也能这样用，以赛诺的名义发誓，会显得很有文化。游戏里赛诺的职业大风机关，感觉和灵魂的仲裁者很接近的。你看赛诺的形象，也是瘦得像狗一样，戴着阿努比斯的头套。其实他的头套上的带子也是来自阿努比斯，做木乃伊的时候用的。他手里拿的武器很明显是来自塞罕权杖。你想干什么？这个权杖经常和阿努比斯一起出现。在阿比多斯，奥西里斯被称为伟大的塞罕，后来阿努比斯替代了奥西里斯，也被称为伟大的塞罕。这个权杖象征力量和控制。我看游戏里赛诺的身世是不确定的，埃及神话中阿努比斯的身世也是不确定的，有好几个蝶，包括游戏里的一些技能也是和阿努比斯非常符合的。落羽的裁决对应阿努比斯用羽毛承重40的心脏。9宫的指明来自新王国起点，阿努比斯站在象征敌人的90弓箭上。绿源渡魂就是阿努比斯带领死者进入冥界。冥之座、金狼座也是和古埃及阿努比斯对应星座一致。天狼星女神 Sobd 的男性化就是代表阿努比斯，所以赛诺就是完全来自阿努比斯的。最近新出的塞索斯看着和赛诺很像，我看剧情的时候就感觉他和赛诺有一种联系，其实他也是很明显是埃及角色。他的英文名 Thesos 是来自法老塞提，但是他肯定是和法老没关系的。看他的发型，右边有留啾啾，这个就是古埃及年轻人会留的斜辫。在剧情里和赛诺打斗暴露了他的身份，赛诺是黑爪子，塞索是白爪子，而且胳膊上都是木乃伊的绑带，可以确定它的来源就是另外一条狗维普瓦维特。因为维普瓦维特和阿努比斯最大的区别就是一黑一白，带领死者进入冥界。我看到他的例会拿的武器是弓箭，就更明显了，因为维普瓦维特就被称为拥有比神还要强大的弓箭的人。游戏里的时间线是先有赫尔曼努比斯，再有赛诺，再有塞索斯。其实根据埃及神话是先有塞索斯的。维普瓦维特是古埃及最早的生命之音，虽然这个名字大家很陌生，但是你绝对是早就见过了。在纳尔迈跳石板上面那条狗就是维普瓦维特，而且在古埃及第13个诺姆阿斯尤特是他们共同的崇拜地。原神的考据还是很厉害的，并不是对一些符号，而是根据角色剧情更深的那种联系。游戏里的埃及角色都是拿着武器，其实为了游戏性，其实埃及神几乎不拿武器的，拿的都是权杖或者仪式用品。一些外来的神或者陌神经常会拿武器，比如贝斯神和来自叙利亚的 Reshef 神。剧情里一直出现的教灵院也是有原型的，应该参考了好几个地方。个人觉得最接近的是埃及亚历山大博物馆。托勒密时期这里类似一个学术中心，各个方面的学者都来这里研究和教学，也是分了好几个学派，哲学家、数学家、历史家、物理家、地理家、天文家都有。我看游戏里的教灵院也是分了好几个学派的。有一段以史记的描述，大家可以对照一下，说这里有柱子支撑的大厅，巨大的餐厅，供学者用的餐桌。而且教灵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，
叫智慧宫，是教理员的藏书阁。这个应该就是指的亚历山的图书馆，因为亚历山的大博物馆就包括了亚历山的图书馆。历史上非常多的人物就在这里学习授课。其实须弥参考古埃及的时候是设定了时期的，我觉得最接近的是托勒密时期。再来看看这个剧情吧，可以说的不多，须弥的剧情更多的是游戏化的创作。这实在是……而我监视着你和你所有的秘密。桌子上的吃的和现在埃及人吃的很像的，仔细看看那个盘子里，看着很像中国的狮子头，其实是埃及的 kofte daoud besh， 做法和狮子头很接近的。还有这里的甜点，其实埃及人经常吃的，叫巴列瓦。加上庆祝你回来须弥，我们几个去露营吧。露营？太好了！他这里说去露营，感觉和古老文化不沾边了。其实古埃及人还真的会去露营，现在埃及人叫文芬节，就是和古埃及人一样，大家去呼吸野外的空气，坐在草地上感受大自然，吃一些传统的食物，比如鱼、鸡蛋、洋葱。这个乌拉卡要气死我了！哎，我都不知道该从哪儿开始生气。我算是知道塞诺这个狗为什么喜欢冷笑话了，原来是给他老师学的。啊，我体质特殊，小时候在沙漠里接受了许多试炼。小时候在沙漠接受了许多的试炼，说的是阿努比斯早期在沙漠里吃木乃伊吗？埃及人崇拜阿努比斯，其实是因为阿努比斯会扒开坟墓吃尸体，所以干脆把他从坟墓破坏者分为墓地的保护者了。这样看的话，早期阿努比斯和早期欧洲人还有点像呢。给我这个冷笑话打个分吧。这个节目之巅确实没发现什么考据，可能是根据已经消失的阿努比斯神庙。从外面看很像古埃及神庙的格局，里面的书架和一些书本有希腊样式的，也有更早的紫砂草样式的。地毯又是现代埃及的，不知道有没有人研究过，可以提供一些线索给我。今天就讲到这里了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